大家好，我是嘉蕊。我好像来新闻报告一样。镜头会有点矮。大家好，我是嘉蕊。今天是我来到日内瓦的第3个星期。那天我就在 Facebook 上面，其实也是 IG 上面问了有谁想要看下我在这边的生活的分享，说大部分人讲说想看啊，所以我就拍一下这个影片来分享一下。我先讲一下我来这边的感想，分享一下这边生活上的不同。最主要第一个就是天气啊，因为现在是冬季。作为一个从小生活在热带国家的我来说，是很怕冷的。可是其实这一次不是我第一次来到冬季的国家啦，我几年前有去过英国一次，可是这一次是我人生第一次遇上下雪，虽然是小小的雪花，可是还是下雪了。这是一个新的体验呢。但每次出门最麻烦的就是你要穿很厚的衣服，这就是我觉得很麻烦的东西啦。在马来西亚是不会有这样的烦恼的，反正就是 T 恤、短裤、拖鞋跑出去了。昨天就是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，我一早起身我就看到天空是橙红色的，或者说是红橙色的，那个颜色就很像我们马来西亚傍晚，然后第二天准备大热天的时候的那种感觉，是红红的。我觉得一大清早10点，为什么会这样的颜色？等过后上网 check 了过后，就发现到原来是因为有风沙。等他们讲那个风沙是从撒哈拉沙漠吹移过来的。网上看了一些新闻之后，就发现到那个风沙是蛮严重一下，因为很多人的车上面都是一层沙。然后刚好我老公就打开窗口想去拍一下那个天空，结果一关了窗口就发现到他的手机上面是不是一层沙。这就是比较特别的啦，在马来西亚是不会有这种东西的。第二点就是语言，瑞士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，它有4种官方语言，比较常用到的是德语、法语，还有意大利语，还有最后一个他们叫罗曼史语。对，重点就是这边英文不是他们最主要的官方语言，所以在我刚好我住的地方是日内瓦，日内瓦是瑞士的法语区，所以这边主要讲的语言就是法语啦。每一天早上你都会跟人家讲 Bonjour， 这是他们最常讲的一句话，也是我在这边讲过最多的话，最多的法语。沟通上是有一点小问题啦，因为这边的人呢，大部分他们会英文，可是就没有那么好 compare 起马来西亚人的英文。我还是觉得马来西亚人的英文还蛮不错的，也不是全部啦，就是大部分而已，也是有遇过那种英文很好的人的。沟通上面没有太大的问题，是因为我们有谷歌，对， Google Translate， 它会帮你做完所有东西。你去买东西，你看不懂什么字 ，Google Translate。唯一我们遇到有问题的就是在我们租房间的时候，一开始我们来的第一个星期是我们住 Airbnb 那个 host 呢就很好，他的英文是很 OK 的，所以那边就没有问题。然后我们现在在住的这一间屋子呢，我们是跟一个法国人借租他是租客，然后他退租，然后我们 continue 他的 contract 这样子啦。那个 agent 呢是不会英文的，然后变成我们的沟通上面就有很大的问题。幸运的就是前租客是一个法国人，他会英文也会法文，所以他就做了我们跟那个 agent 的那个桥梁，帮我们做一些翻译。
我们不明白的，我们问他，然后他再跟那个 agent 讲了告诉他，然后他再告诉我们。这是一个很幸运的地方啦，我们可以遇到这样好的一个前租客。花了大概2个星期这样的时间，我们就搬到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。第3点，在这边生活上的不同就是交通，因为我在马来西亚是开车，就算不开车，我也是叫 Grab。然后来到这边，为了要省钱，我们是走路比较多。当然，如果是去比较远的地方呢，我们就是搭巴士，还有他们的电车。这边很特别的就是它的那个票是可以搭电车、搭巴士、搭火车，也可以搭船的。它的票是包括4种交通工具都可以用的。他们那个票是以小时或者以站数来计算的。买票是在车站，他们大部分的车站都有一个 machine 在那边，可以给你买票。machine 上面有4种语言，就像我刚刚跟你讲的，这边的3种官方语言，还有一个英文。幸运的是它有英文哦，所以买票就不是很大的问题啦，因为你可以按英文，然后你就选择你要的票。然后它的票有几种，最 common 用的呢，就是以小时来算的。1个小时里面，不管你去哪里，走多远，总之1个小时里面它是3块钱瑞士法郎，或者你要便宜一点的，有2块钱法郎的，它是以站数来算的，3站2块钱。然后还有就是 day pass，day pass 嘞，有2个价钱。为什么会有2个价钱呢？是因为9点之后你才买的话呢，那个 day pass 会便宜2块，就是原价是10块钱一天，9点之后再买呢，它是8块钱一天。然后它的 day pass 呢，是从你买的那一天开始算，到第2天的凌晨5点，是不是很划算呢？所以我觉得这个 day pass 这样子算起来是很便宜的。而且还有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就是它的 day pass 在周末的时候，拜6礼拜的时候，1张票是可以给2个人用的。Of course， 当然这边会有月票跟年票啦。他们讲年票如果你买的话，会比月票便宜个200块。还有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点，就是你买票在车站买2点就上车，他们是很少有人去查票的。So far，我在这边搭了那么多次，没有遇过查票的。可是我上网看过，他们是讲说，如果有人上去查票的话呢，那个人一上车，他就会直接锁完所有的门，所有的车门，然后确保你每一个人都有一张 valid 的车票。如果你没有的话，你是要罚100块钱的。如果你没有100块，那怎么办呢？他好像会当场直接把你赶下车。说吧，我是没有遇过查票啦，可是我也不敢逃票啦，这样丢脸的事情还是不要做比较好了。然后第4个比较让我觉得有点特别的，就是这里的地址和门牌。其实瑞士这边是没有门牌这种东西的。讲没有门牌的，就是好像我现在住着一个 apartment， 7楼。然后7楼里面应该有4、5间房间吧，就4、5个 unit 啦。可是它的每一个 unit 上面是不会跟你讲1号、2号、3号、4号、5号，它上面的你门口上面贴着的不是号码，而是你的名字，就是住在里面的人的名字。变成它的地址呢，就只会写路名，还有你的 building 的号码。比如说 Jalan Kuching 1号，然后1号里面如果它是一个 condo 还是一个 apartment 的话啦，它是要每一个人的名字贴在门口上面，但你的信箱上面也是贴名字，而不是贴门牌的。所以这个就给我们有一点问题，就是因为在瑞士这边，你申请很多东西都需要地址，
他需要寄文件给你，比如说你申请电话卡，他要寄账单给你；你申请银行，他需要寄银行卡给你；你申请你的居留证，他会把你的居留证寄给你。但我们刚来到的时候住在 Airbnb 是不可能有自己名字的地址的嘛，变成就有点问题了。不过幸运的就是电话卡，现在这边的电话卡大部分都是用 email 寄那个账单，所以他也跟你讲说没有关系，我们账单会 email 给你，只要你不讲说你要hard copy bill， 他就不会寄给，而且你要 hard copy bill 的话呢，它是需要算钱的，一张 bill 大概是4块钱，所以我也不要了，就 email 就好了，方便。但银行呢就是比较麻烦，因为他一定要寄银行卡给你，所以他一定要有你的名字的地址，这一点就有点麻烦，所以到现在我们都还没有申请到银行户口，除了是因为之前地址的关系，也因为那个居留证的关系。接下来第5个，我觉得有点让我觉得很不习惯的东西，就是这里的人的生活作息。这边其实跟马来西亚也差不多，就大部分就是早上7点啊，做到晚上9点。可是问题在于，他没有工作的时间，他是需要你安静的。就比如说周末、星期天，他们是建议你不要做太吵闹的家务，他们会希望在 after office hour 的时候的休息时间是绝对安静的。我现在住的这个 building 呢是比较新，听之前的人讲说3年前才翻新，所以我觉得这边的隔音稍微好一点点。之前我住在 B&B 的时候呢，它是比较旧式的屋子，它楼下那边已经贴好了的，你早上7点到9点你可以做的东西，你晚上9点之后到第2天的早上7点，有些东西你是不能做的，比如说你是不能泡澡，你是不能用吸尘机，你是不能用洗衣机，这种比较潮的东西。然后还有一个很特别，就是这边的周末超市是关门的。那天我们第1个星期到的时候就忘记了，然后走到超市门口的时候，咦，没有开。哦，对，今天是礼拜天。我就觉得有点奇怪啊，如果我周1到周6都要上班，只有1天时间可以买菜的话，然后你周日关门了，那我是不是连饭都不用吃了？不知道。好，今天的分享就大致上是这样啦。如果你们有什么有兴趣的或者不明白的想问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，我们到时候再看。如果有人有兴趣 maybe 我们再开一个 topic 来慢慢谈一下。拜拜。哎呀，不要玩了。